米兰匆匆地逛完，坐火车到罗马。班长同学远程跟我说，今天晚上罗马大师赛是辛纳的比赛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去瞅瞅吧。我现在在罗马大师赛的现场今天晚上有 C 内的比赛，是一票难求。现在在卖票的地方来试一下，看看可不可以买到进去的票，看看运气吧。然后我一咬牙一跺脚，买了张650欧元的球票。Sinner 世界第一，我觉得还是值得的。A ricordarti chi sei, le mie canzoni proprio intelligenti che dici sveglia la mattina e dici la idea, canzoni per chi non ha voglia di pensare e di ascoltare, canzoni per dimenticare。在这等 Sinner 签名等了半个小时了，还是一点影子都没有。Sinner 从上面走过去了，哎呀，终于等到了，等到花都谢了。在酒店里面，我尝试烧开水，然后那个壶一摁，整个房间就跳闸了。我的天哪，这该咋办？刚才好像还在院子里面听到了鸡叫，太搞笑了。无限的楼梯下去。旅馆坐落于一个小巷的里面，非常的僻静，非常的有那种罗马古城的感觉。罗马的地板全部都是这种石板路。现在我们就去第一站 Campo di Fiori， 据说是一个 market 一样的地方，路边也都是小吃店，露天的菜市场。这水都好清澈呀！我的天，又是喷泉，在同一个广场里面居然都已经有2个喷泉了。这块石头据说是公元前多少年的，就刚才那个广场底下的一个 stadium 的一个石头，反正很多年了，很老了。哇塞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万神殿，看着还是挺震撼的。绕着这个门口走一圈，看看它的后面是什么。这里有一个教室。哎，你说为什么基督教、天主教还有什么佛教都是用炼珠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今天正好有什么活动？我的天哪，这个人太多了。这是没有人版本，感觉好像一切都是很安静的样子，但是背景声音已经暴露了，看看外面的人。这么多人，我的天哪！今天真是。这个地方是庆祝意大利第一次统一成一个国家，所以应该还蛮重要的。还有这个士兵把守。座古老的城市，因为这些参加活动的人突然变得特别的有活力。麦当劳买了一个甜筒，然后他可以送一个上厕所的票。哇天，这个值2块钱还是1块钱呢？好久没有见到过这么多人了。我也算是来到学院那个叫什么喷泉这里，来看看。什么地方？感觉有很多个镜子。如果你
对罗马的记忆还停留在了罗马假日里边那种哈，但是大错特错啦！哇，你看看人有多少，简直是并肩而行。刚才骑自行车从罗马那边到梵蒂冈这儿来，太吓人了！又没有头盔，然后又是和机动车一条路，还有1公里到。我的自行车之旅结束了，这边人实在太多了，不能再往前骑了。现在就要去参观梵蒂冈大教堂了。梵蒂冈大教堂，大家都这么想要去梵蒂冈吗？世界上最小的国家，那是 Pope 的地方。Top floor. And the window where the Pope is blessing people is the second window from the right. Second window from the right. So he's blessing people on Sunday. I mean, today we had the blessing of the Pope exactly from that. He didn't want to stay in a place on his own. He said psychologically he preferred to stay always with people, Francescano, simple man. So he wanted to stay with. 拜拜梵蒂冈，现在走了15000多步，把腰都要给我走断了。现在回去了，结束今天的行程。去真理之口打卡的地方，还好人不算太多。真理之口，我来了。现在正在爬这边罗马古城的一座山，叫 Aventine Hill， 然后说这是罗马比较著名的7座山之一。然后我就觉得挺搞笑的，罗马人是不是没有见过山啊？这个目测可能200米的一个坡，它居然能称为山，而且是很出名的7座山之一。作为一个重庆人，我是觉得蛮有幽默感的。这个山虽然说很矮，但是这个 view 太漂亮了吧！在巴黎和意大利的这几天，每天都在狂走，还蛮累的。现在这个山顶上，终于可以找到一个地方，人也不是很多，然后晒个太阳，休息一下，坐一下。待会儿1点钟有个去参观罗马斗兽场的一个tour， 现在还有不到2个小时，享受一下这种静谧的感觉吧。看看前面游人如织，然后公园里面还有萨克斯风的陪伴。终于有机会歇一下了，然后在这里观察游客，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。因为我旁边看到有2个姐姐在那照相，至少照了15分钟，同一个地方摆不同的造型，各种不满意，然后重新照，挺好玩的。也有来了之后光看风景不照相的。我现在在马耳他骑士钥匙国那个打卡点前面，我的天哪，这个队至少有150米、200米长吧，就为了看一个钥匙口。当然那钥匙口应该还不错，但是我就选择在网上找照片看吧。下山的路上还有一个玫瑰花园，远远的就能闻到玫瑰的那种甜甜的味道。啊，现在正好是玫瑰绽放的季节，好美啊！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玫瑰。
You see, originally, the Iron River, where, look at the flag, no? Your Iron River, where used iron pins. The iron was stolen. 角斗士进去的门，这是角斗士从这儿进去。我们现在在斗兽场的最底下这一条楼。如果我是一个角斗士的，我现在就在这底下，上面全部都是观众。如果有那些野兽，他们都是在底下关着。这些是 VIP seats， 都是有名字在上面的。据说这是整个斗兽场最好的 scene。如果你是身居高位者，就可以坐在这儿来看。凯撒之墓。古罗马广场的断壁横垣中，每块石头都在诉说帝国以前的辉煌。登上帕拉蒂尼山，这里是古罗马的发源地，更是古代皇帝的奢华宫殿。但是我已经做不到了。匆匆拍了几张照片，总算结束我今天在30多度高温下12公里的特种兵行程。作为一个以吃串为生的中国人，我必须负责任地说，这是一家我居然在罗马回过的店。这个串实在是太好吃了，羊肉，很小的一个店，就卖羊肉串、鸡肉串，还有牛肝串。第一次吃牛肝，要了2块试一下，闻着还挺香的。跟鸡肝挺像的。人说可以接受，还好只开了2串，其他都是羊肉串，还不错。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如今我也终于来到了这个一直想来的地方。可奇怪的是，好像每次旅行到了最后，我都会特别想回家，想念自己的床，想念家里的烟火气，也想脚踏实地地过好每一天。想象中的地方总是很完美，可是真正走过之后才发现，旅行的意义可能不是为了逃离自己的生活，而是出去看看这个世界，然后回来更珍惜自己拥有的这一切。所以想去的地方，趁年轻去看看吧，看完了再回来好好的生活。